每年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场边都会举行各种双多边会晤。其中，日本新首相石破茂首秀国际舞台，他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之间的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尹锡悦上台后，为了促成美国的美日韩联盟战略，以低姿态发展日韩关系，被韩国舆论形容为屈辱外交。近日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的消息，在韩国国内引发巨大争议。 韩国总统尹锡悦10号在老挝万象的一间酒店中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时长约为40分钟。尹锡悦表示，自去年3月访日以来，两国关系取得积极和显著发展。他认为，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变化，得益于日韩领导人之间存在坚定不移的信任关系。韩方愿同日方继续通过穿梭外交等方式紧密沟通。石破茂则表示，他将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岸田文雄时期大幅改善的日韩关系。 外界注意到，就在1周前，石破茂就任日本首相次日，尹锡悦就与其进行了通话，表示期待在石破茂的领导下，日韩能够继续深化关系，并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共同努力。日韩两国防长也于10号当天举行了首次视频会谈，双方就推进日韩及美日韩防务合作达成了一致。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还表示，希望尽快访问韩国。是日本的话呢，在整个互动过程当中。 那么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我觉得这才是石破茂的话呢，它最本质、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使日本和韩国纳入这个战略当中，同时在这个战略当中。 那么，日本又凸显自己的地位作用。作为日本政坛的安保强硬派，石破茂上台也引发了韩国舆论的警惕。早在2017年担任日本众议员时，石破茂曾在自民党派别会议上表示，日本自卫队必须负责保护在韩日本公民。就在近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洪启元踢爆一则消息，称韩国国防部对其明确表示，日本自卫队为使用驻韩美军基地而临时进入韩国，将无需得到韩国国会同意。洪启元痛批这一做法违反了韩国国民意志，日本自卫队未经允许进入韩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批评尹锡悦政府这是在试图遮蔽国民耳目，意图就是使日韩军事合作不可逆转。根据韩国宪法第60条第2项规定，外国军队在韩国领土内驻留时需获得国会同意，但韩国国防部狡辩，日本自卫队短期使用驻韩美军基地仅为临时性，不属于驻留。韩国西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志凤直言，这一条款的解释与领土主权密切相关，必须谨慎判断。韩国国防部是否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解释，值得怀疑。过去进入韩国的外国军队大多是美军，由于美韩之间已经签署了驻军地位协定，因此并未引发问题。分析认为，韩国国防部的相关言论明显是在为日韩军需相互支援协定铺路。该协定允许双方在有事时交换弹药、食物、燃料等军需物资。此前，韩国国防部就已经明确表示，日韩军需相互支援协定是必要的措施。也有观察指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已经恢复了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未来一旦签署军需相互支援协定，将为进一步扩大日韩安全合作扫清障碍。分析认为，韩国由于在历史上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特别是涉及到军事领域，韩国公众对日本自卫队及其前身日本军的警惕与反感尤为强烈。每当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或其军事角色有所调整，都可能触动韩国社会的敏感神经。此次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入境的提议，无疑触及了这一敏感地带，引发了韩国国内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唤醒，以及对未来安全担忧的双重考量。而尹锡悦政府正在与美日推进安全保障合作，必然导致这一问题引发巨大争议。这是韩国采取了一个就是擦边球的策略。那么为改善日本军事关系的话，它开了一个先河。而且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到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韩国的短暂驻留，它是到美国驻韩国基地做短暂的驻留。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一个很明显的东西，也就是不仅美韩的这个日韩的关系改善，而且美日韩的话呢，
它这个三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可操作的阶段。国防部表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一事，您作何评论？其实，由于二战时的历史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这两大原因，韩日关系，尤其是韩日之间的军事关系，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在东北亚，都是高度复杂敏感的问题，甚至是连碰都不能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美韩是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美日也是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韩日之间却不仅不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中间始终隔着一道厚厚的高墙。这也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韩国军队从未踏足过日本领土，而日本自卫队也从未踏足过韩国领土的原因。我想一时激起千层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韩国国防部做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这一表态之后，立即就在3个层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反响。其一是在韩国国内引起了谁才拥有宪法解释权之争。第二，韩国军方的这个表态还在韩国国内引起了究竟是宪法大还是民意大的争议。跟尹锡悦政府的亲日做法相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问题，韩国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而坚定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根据法治精神，尹锡悦总统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最终都要以韩国的宪法规定为依归，但是不要忘了，在选举政治环境下，最终民意才是韩国内政与外交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因为民意可以决定政治人物与政党的去留。假如尹锡悦政府根据字面上的宪法解释，真的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那将会激起民意的彻底反弹。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以及其本人的政治生命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尹锡悦政权的亲日外交路线自然也就会跟着人去政息。第三，韩国军方的这一表态已经加剧了朝韩关系的紧张。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昨天上午发表声明，宣布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切断了一切朝韩之间的公路与铁路连接，并称这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很显然，在朝鲜看来，尹锡悦政府试图将日本自卫队引进来，这种行为比美军驻韩还要更加恶劣。因为在朝鲜半岛上，仇日情绪是不分南北的，因此韩国军方的这一表态，无疑会让本已严重恶化的半岛局势进一步雪上加霜。这也就意味着尹锡悦政府的这一动作，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在半岛与东北亚局势上，都捅了一个马蜂窝。既然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以帮助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这件事情会在韩国国内招致如此大的批评声浪，那么尹锡悦政府为什么还会去捅这个马蜂窝呢？我认为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茲事体大，它不仅会引起韩国国内民意的反弹，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应，而且将会对半岛局势与整个亚太局势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这显然不是韩国国防部可以决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韩国单方面能够决定的事情，而是跟一个大战略与2个关键性的人物密切相关。这个大战略就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想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而构建亚洲版北约的关键，首先在于将美日与美韩2个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而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最大障碍，又在于韩国与日本这对冤家的关系不和睦，尤其是韩国与日本2国民间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历届政府不仅一直在敦促韩日2国改善关系，同时韩日2国也一直在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尝试着推动韩日2国军事关系的改善，以为最终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过去这些年来，韩日两国政府不仅顶着民意的巨大压力，签署了慰安妇谅解备忘录，而且在2016年签署了韩日两国军事情报交流协定。那么接下来，为了使韩日两国军事层面上的合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他们的目标就是推动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为此早在2015年，日本方面率先清除了国内法律方面的障碍，也就是通过安保法的修订，允许日本自卫队在半岛发生战争时向美韩双方提供军事支援。不过，日本自卫队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得到韩国方面的同意。因此，韩国军方做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对日方的回应，是在为韩日签订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铺路。那么，推动这一事件的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指的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韩国历任总统中，尹锡悦无疑是推动韩日军事合作与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最为积极的政治人物。另外一个指的就是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公开喊出要构建亚洲版北约，并将其作为执政目标的日本首相。